白裙女子以及沙溢女子还站在原来的位置，只是原本锁定沙漠空间的观察阵法，现在呈现的却是楚风与蛋蛋。这楚风真的勇啊，居然没吓住他。大人，您觉得他是不是猜到了这是考验？是不是知道我们根本不会要他的命？沙溢女子向白裙女子询问。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如果面临选择的是他可能会放弃。毕竟只要放弃，楚风与蛋蛋就都能活。所以对于楚风的选择，他感觉难以置信，也觉得不合理。楚风胆子很大，很多事情他都敢赌，可唯独这件事他不敢。白裙女子道：大人，那楚风是通过考验了吗？沙溢女子问。他也不确定考验是否还会继续，这一次考验其实都是这位白裙女子所主导。当然，当初放弃借冉青转而选择他的儿子，虽然冒险，但现在来看，这个险是冒对了。若是借冉青，蛋蛋未必会有这样坚定的信念，那力量的融合也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。毕竟当初我们就是以亲人的身份接近他的。可是白裙女子显然想到了什么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正因为见识过蛋蛋的抗拒，她才知道这一次蛋蛋能够坚持下来，并且是如此的坚定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而她知道这都是楚风的功劳。旋即看向沙溢女子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，爱情的力量是最能赋予人勇气的，甚至能让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但一定要是对的人，对的人才会变得更好。若是错的人，可能会掉入万丈深渊。沙溢女子似乎也想到了什么，于是道笑道：我知道大人遇到的是对的人。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白裙女子问。我其实听闻过大人的故事，那几乎是所有女子都想拥有的爱情。沙溢女子道。闻言，白裙女子笑了。传言太离谱了，你听听就行。话是这样说，可提及此事，白裙女子的嘴角却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微笑。虽然如今的传言确实千奇百怪，可那段真实的经历却牢记于她的脑海，哪怕已经过去了无数岁月。大人，修罗剑算是认可楚风了吗？沙溢女子又问。没那么简单，那把剑的野心大着呢，没那么容易驯服，他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简单。白裙女子道。关于此剑，属下有所耳闻，但属下还听闻过，自从修罗剑出世以来，就只出过2件，一次是那位大人手中，另外一次便是楚风手中。莫非是我听闻有误？沙溢女子问。这倒是属实，所以楚风算是初步得到了修罗剑的认可吧。白裙女子感叹过后，又看向沙溢女子，她眼神变化，那双美丽的眼眸之中涌现出感激与歉意。一转眼已经这么久了，这些年一直驻守于此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待得他们离开后，你也可以回去了。白裙女子道。大人千万别这样讲，是大人让我重获新生，况且在修罗界我没有朋友，只有敌人，能在这里帮大人做事，我反而觉得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。沙溢女子道。过去的那些事早就过去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现在回去没有人会追杀你，你可以过任何你想过的人生。楚风他们走后，你便回来吧。白裙女子说道。闻言，沙溢女子脸上感激之色更浓，她深知她当初犯下的杀孽有多重，虽然事出有因，可那些仇人之中许多都是势力强大，背景雄厚，除了这位大人，整个修罗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屈指可数。那片雾气世界中，蛋蛋在楚风怀中哭了好一会。楚风从没见过如此脆弱的蛋蛋，就真的好像是一个走丢后被家人找到了的小女孩。那种委屈，那种恐慌，楚风完全能够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也很害怕。他刚刚也无法确定是否还能见到蛋蛋，虽然很艰难，可因无法承受失去蛋蛋这件事，楚风还是做出了抉择。他喝下了那瓶中之水，那是非凡的力量，让楚风的血脉得到了较大的恢复。战力虽依旧不如之前，但却已经接近了许多，至少与先前和杀魂昊天交手的时候比，已是强了太多。关键不仅是修武的战力，结界战力同样得到了一定的恢复。但是此水并没有断送楚风的修武之路，它是永久性的修复了楚风的血脉。尽管因血脉受损严重，血脉技依旧无法使用，但在服用那黑瓶之水后，血脉已得到较大修复。总有一日，血脉技能再度为楚风所用，而这都是那瓶中之水的功劳。并且不只是那黑瓶，他还得到了一个黑色的卷轴，那卷轴的价值甚至比瓶中之水更大。自己的血脉自己清楚，血脉受损就像是人受了伤，但是伤总会恢复，区别就是时间长短。可那卷轴可能会成为楚风日后应对敌人的不可或缺的手段。所以这考验真的只是考验，它不是惩罚，而是奖励。尽管楚风现在也不知道这样的试炼究竟有何目的，可他知道这里的掌控者是为他好，是在帮他。楚风就这样抱着蛋蛋，直至蛋蛋情绪缓和，抬头看向楚风。楚风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吗？当然，我可是通过了考验的。楚风说道。那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蛋蛋立刻起身，看着楚风，还不快点缔结契约，重新做本女王的人？遵命。楚风回以一笑，旋即便开始布置契约阵法。看着那认真布阵
却满脸笑意的楚风，淡淡的目光异常柔和。虽然楚风现在活蹦乱跳，但他却记得楚风之前那虚弱的模样，而他也知道楚风能够恢复，要感谢这里。想到这里，他恍然大悟，于是忽然回头，直觉使他看向了一个方向，而那个方向恰好是白裙女子所看来的方向。起初，白裙女子只觉得是偶然，可淡淡却将手指向了自己的丹田处，且面露笑意，随之开口，虽未发出声音，但从口型可以看出那是谢谢二字。见此一幕，沙溢女子立刻看向白裙女子，她意识到可能暴露了，而白裙女子则并未表现得太过惊讶，反而是露出释然的笑容。这丫头这么聪明，若被她看穿也是正常，只是没想到她竟没怪我，果然是长大了。白裙女子笑道：大人，那您要见见她吗？沙溢女子问。很想和她聊聊，但还是不见了，我怕那丫头会为了楚风向我索要好处。白裙女子淡淡的笑道。可忽然她脸上的笑容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，于是手腕一转，一道结界大门浮现而出。结界大门内出现一个人，但那并非真正的人，而是一道虚影，似是阵法所化。此人出现后便立刻半跪在地。发生何事？白裙女子问。禀告大人，圣明一族发生叛乱，行爵大人前去镇压，族内如今无人主持大局。虚影说道。